这下手可真够狠的，脖子都差点给拧断。你就是新郎？什么时候发现的？今天早上，我回房之后发现的。今天早上回房？那你昨晚干什么去了？昨日宴请司礼，不免多喝了几杯，不胜酒力，就在前厅睡着了。今早醒来，本想跟小倩赔罪，没想到她竟然……谁能证明你昨晚没回房？这父母早早睡下了，我送走宾客回到前厅，就睡着了。那就是说，没人能证明你昨天晚上没回房间，你可能就是杀人凶手了。血口喷人啊你！我怎么可能杀死小倩？我与她青梅竹马，感情深厚，怎么可能杀了她？我早就说过不要去招惹张家，你看看现在啊，这可怎么好啊！张家一定不会放过我们的。张家？哪个张家？官人呐，这个张家是长安城有名的绸缎庄，经营着大大小小10几个绸缎庄。小犬和张家姑娘自幼相识，青梅竹马。奈何张家夫人嫌我们家穷，拿不出像样的聘礼，两人的婚事也只得作罢。可是1个月前，小倩突然兴奋地告诉我，她得到了贵人相助，可以嫁给我了。贵人？你可知道贵人是谁？她说，此人身份特殊，不能透露。不对呀，这张家姑娘不是嫁给程一郎董大人家的儿子了吗？你是说昨天成亲的那个状元郎？对呀，没听说董家娶错人了呀？而且张家姑娘的母亲和兄长昨天也参加宴席了。这就怪了，如果张家姑娘嫁到了这儿，那么董家公子娶的又是谁啊？陈生，你可知道嫁去董府的是谁？你就没想过，小倩如果没有嫁到董府，董府和张家都不会放过你们吗？我和小倩商定好，在父母面前成完亲后，我们就去南方做小生意，更名改姓，不再回长安。那也就是说，你知道的全部事实，就是1个月前张家姑娘被一个身份特殊的人帮助，想出了一个可以让她嫁给你的方法。是，但却在成亲这一夜被人杀死了。那清晨你来到这个房间的时候，可发现有其他异常？这张家姑娘平日可有什么仇人？没有。那你能不能想到有什么人会对张姑娘不利吗？来人，把她带回大理寺收押。官人呐，官人饶命啊！官人，小儿冤枉啊！老人家，您放心，只是审问，不是定罪，我们不会冤枉一个好人的。老人家，还劳烦您，这屋里的东西先别动，也许我们还有用。尸体呢？来晚了你，要你管。怎么了？怪不得张家不肯把女儿嫁给他们，这家也够穷的，连门上的破对联都舍不得换。哎，我说，
咱们不去查案，跑这儿来干嘛呀？你傻呀！既然张家姑娘已经死了，那嫁进董府的是谁呢？嫁进董府的是谁呢？董公子这么年轻就考取了状元，前途锦绣，长安城里多少女子都想嫁给他。啊，我懂。哎，这样张家姑娘死了，对不对？取而代之的，就以后可以过上好日子呗，对吧？哎呀，可这都是咱们猜测的呀。人董家凭什么交出新娘子啊？这就要看咱们李少卿有多大面子了。哎哎哎！书生陈某一家作证，死者确系张家姑娘，案情诡谲，特来叨扰。既然李少卿质疑我家媳妇儿的身份，本官已派人让犬子带媳妇儿过来请安，让少卿一辨真假。办案需要，失礼了。父亲，果然是个大美人呢。长山公主，公主？哪儿来的公主？您怎么会在这儿？你真的是公主？你说什么？公主？可不是嘛！要不是我老大发现，那董家还以为娶的是张家姑娘呢。所以说，这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真是害死人呐！成亲前两方连面都没见过，成亲后连娶错了媳妇儿都不知道。这公主如果想结婚的话，直接去求陛下赐婚不就行了吗？为什么非要偷摸顶着张家姑娘的名儿去嫁人呢？这就得问李治了，他人呢？陪着董家父子进宫请罪去了。验完了，死亡时间大概是在昨夜的酉时到戌时之间。张家姑娘确实是被勒死的，而且反抗得很激烈，感觉手指甲都已经抠进凶犯的手里面了。哎呀，染得那么好看的指甲，真替她可惜啊！哎，我一直不懂你们女孩为什么非要染指甲呢？自自然然多好看。你懂什么？那张姑娘的指甲染的是少见的嫩粉色，听说只有宫里才能培育出那么粉嫩的凤仙花。这张姑娘又不是宫里的女人，她为何会有宫中的粉色凤仙花呢？这还用问？当然是公主给她的。哟，回来啦！陛下有没有封你的功啊？没治罪就不错了。你没问问陛下，公主为什么要顶着别人的名字嫁人呢？陛下本来有让公主去西域和亲的打算，但公主不从，陛下也就迟迟未下定论。公主应该是害怕夜长梦多，索性先下手为强，嫁给一个朝中的青年才俊。这个办法未必稳妥。如果陛下真要让她和亲，大可下旨让她改嫁。所以她才想要顶替张姑娘之名嫁进董府啊。
要不是被李治发现的话，她现在还在董府做夫人呢。萨摩，有件事需要你帮我查一下。陛下为了安抚朝堂，就大度地赏了董府，算是补了公主的嫁妆。但是他也怀疑是公主杀人，对不对？除了新郎之外，最有嫌疑的就是公主了。但碍于皇家颜面，这事儿还得悄悄调查。如果真的查出来公主是凶手，那陛下打算怎么处置啊？其他我们管不了，我们只管查案。我们只管收钱。我打听过了，张家喜娘说她亲眼见到张家姑娘上了轿子，而且也没有绕道，直接送进了董府。那就是说，在董府拜堂成亲的，是真的张家姑娘。那跟陈升拜堂的就是公主了。陈升家把新娘送入洞房的时间是酉时，董府是戌时，这么算来，公主就有了1个时辰的时间从陈升家跑出来，赶到董府，埋伏在董府的洞房里。这样张家姑娘只要一进门，就立刻把她掐死。把人杀死之后，只要再把张家姑娘的尸身送回去就可以了。董公子回洞房的时间是子时，这么算来，这中间的时间足够他一个来回了。这公主折腾这么一晚上，你们想想啊，这公主这么娇弱的身板，这一晚上这么折腾，不太现实吧？李家人是靠娇弱取得天下的吗？那我们现在就要去找公主杀人的证据。我记得双月说过，张家姑娘死的时候好一顿挣扎，连指甲都劈了。如果凶手真是公主的话，在公主身上一定会留下什么伤痕。那谁能看到这公主身上有没有疤呢？公主最近一切可好？公主一切安好，还请李少卿放心。张家姑娘被杀之事，你们告诉公主了吗？啊，怕公主担心，不曾告知。少卿有什么话，不妨直说。公主的手臂或者别的地方有什么疤痕或是伤痕？请少卿说话掌握分寸，莫失了规矩。是我鲁莽了。时候不早了，恐不便久留。那晚和你拜堂之人，你觉得她是公主吗？我可以准确地告诉你，那晚与我拜堂之人，的确是公主。那日拜堂之时，我曾瞥见新娘左耳后有一颗黑痣。我明白了，失礼，告辞。女儿，你死得好冤呐！不能进去，不能进去啊！哎呀，这有钱人家的公子还真讲究啊！你说这空隙里有什么呀？还这么挡着？你懂什么呀？多少人一到春天就容易花粉不服，人家这是保护自己。那也太娇气了吧！是啊，你以为人人都跟你似的，身体壮得像个野驴？真不经夸。老大快出来了！
哎，子苏，你终于来了。先帮我画张图，图中要标明张家、陈生家、董家，还有皇宫。嗯。好了。我想过了，本来要娶书生陈生家的公主，最后却被抬到了董家；而本来要去董家的张家姑娘，最后却去了陈生家。也就只有一种可能：公主跟张家姑娘在中途被人调了包。我明白了，应该是两人在中途后换了喜轿，才使得张家姑娘到了书生陈生家，而公主到了董府。没错。而这两个人能够碰头的地方，只有这里。如果我们推测没错的话，这里就是他们调包的地方。现在关键的问题是，他们俩调包的方法。老大，老大，哎，我问过那个轿夫了，那天张家姑娘就在这儿，对，就在这儿，真的出了点意外。怎么回事啊？也不怕摔了新娘子？对不住，对不住。得了得了，咱们快走吧，别耽误了时辰。你的意思是说，当时两家的轿子紧紧挨在了一起？那轿夫是这么说的：当时两边的迎亲队伍走得快，撞得急，而且两边都没站住，轿子落地的时候紧挨着。那轿夫还说，这两个轿子长得十分相像，要不是喜娘跟着的话，那个张家姑娘真不知道在哪个轿子。两个轿子长得一样，难道是公主故意制造事故，好让两方迎亲队认错轿子，再将他们带错目的地？不可能，有喜娘跟着，就算轿夫不认得的话，喜娘认得。公主好不容易从宫里逃出来，哪会用这么不靠谱的方法？我觉得人互换的可能性比较大。你是说，这两个新娘从轿子上下来，再换到对方的轿子上，会被多少人看见？哎，你干嘛去？去看看成亲那天的轿子。走。三炮，你说当时那两家的轿子是紧靠在一起，是前后靠呢，还是左右靠？左右靠。哎，你俩愣着干嘛？抬我呀？啊？什么？赶紧的！开什么玩笑？你以后少吃点行不行？你，哎，什么情况？这轿子底下有个翻板，上面有布蒙着，确实不易被发现。得了，李少卿，去跟陛下复命吧。公主不是杀死张家姑娘的凶手。此话怎讲？轿子底部有翻板，可进也可出。两支迎亲队撞到一起是提前算好的。张家姑娘和公主趁机从轿子里的翻板上跳下，换到对方的轿子中。李少卿，你们果然在这里。董公子，你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公主得知你们上门造访，就追着我问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就将张家姑娘被杀的事告诉了她。她说你们一定会来这里，所以让我来找你们。公主找我们有什么事？这我也不知道。还请各位移步府上，
让公主亲自跟大家说吧，请。陛下一定派你暗中调查我了吧？其实你无需替他隐瞒。一个用自己亲妹妹的终身幸福换取不动兵戈的人，还有什么做不出来？张家姑娘被人杀死，我虽不是凶手，却也难辞其咎。如果当初不是我找到她，要替她嫁入董府，她也不会有如此下场。可是能嫁给陈生，张家姑娘应该还是很高兴的吧？从陛下暗示我要去和亲，我就开始暗中派人打听长安城中近日要娶亲的青年才俊。在得知张家姑娘正为无法嫁给一个姓陈的穷书生而苦恼时，我便召她进了宫。我替你嫁进董府，让你和陈生更名改姓，远走高飞。作为交换条件，我准备了一些金银首饰，就当是给你陪嫁吧。多谢公主。陪嫁？您给了多少？三伯，都什么时候了，还说钱？哎，不受财迷啊，而是那陈家一点也看不出有钱的样子。或许是张姑娘想在成亲之后再把钱拿给他。照你这么说的话，那应该在张家姑娘嫁过去的时候，这些金银首饰就随她一起带过去了。可是我们去查看现场的时候，别说金银首饰了，就算是一个多余的铜钱，我看也拿不出吧。那这金银首饰又去哪儿了呢？公子，不好了，张家的母子俩又来闹上了。让他们在偏厅等着。是。他们来闹什么？还不是说我们害死了他女儿，让我们赔钱。你们一个公主，一个状元郎，还差那点钱不成啊？不是我们不赔钱，这张家就像个无底洞一样，今天给了，明天还要，3天一小闹，5天一大闹。只要杀人凶手不找出来，我们是不可能安生的。再这样下去，我们的家当会被他们掏空的。可是这张家不是经营着很多家绸缎庄吗？按理说他们家家底儿不比你们薄啊，这么一而再再而三的要钱，很奇怪啊。三胖，你去打听一下，这张家到底缺不缺钱？啊，之前打探过了，这张家的绸缎庄啊，虽然生意很好，但是耐不住有个病殃殃的张公子是个败家子儿。这张公子嗜赌如命，现在这个绸缎庄还在赌场压着呢，绸缎庄的收益直接入赌场的账，抵他的赌债。所以他们才要趁机讹你们。我说呢，当初父亲给了张家一大笔聘礼，想必也拿去还了赌债。这个张家的公子是个赌徒？对啊，我刚才说的很明白了，你是不是傻？我突然想到一些事情，你们等我一下，我马上回来。哎，记住，把张家母子拖住。大娘，这副对联是什么时候挂上去的？去年挂的，不过成亲那日，生儿为了显得新些，还在上面重新描了一遍字呢。果然如此。董公子，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啊？让我们等这么久，一个字儿都没拿出来。我可把丑话说在前头，今天要不拿出钱来，我们孤儿寡母啊是不会走的。张夫人，恐怕你从今往后都不能再从董府拿到1分钱了。哼，你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不重要，重要的是
我知道是什么人杀死了您的女儿。什么？是谁？谁杀了我女儿？你快告诉我！这个凶手不是别人，正是您抵押了全部绸缎庄，把女儿嫁出去谋取高额聘礼，还上了他全部赌债的张公子，您的亲儿子。你胡说什么？子熙怎么可能杀他妹妹呢？是啊，什么人才会丧心病狂地杀死自己的亲妹妹呢？或许是发现妹妹私藏了另外一大笔钱，所以才动了邪念，起了杀心呢。儿啊，你倒是说句话呀，别由着他往你身上泼脏水啊！说我杀人，你有什么证据吗？我第一次到陈家的时候就觉得奇怪，好歹是娶亲啊，就算再穷，没钱换一副新的对联，那应该把上面的字翻翻新。可你猜怎么着？陈家的对联不但没有翻新，就连上面的字都剥落了。为什么？你说这些，跟我有什么关系？当然有关系了。你猜，那副对联上剥落的是什么字？陈家大门我就没进去过，怎么可能知道？少的字是书，弱冠弄柔汉，着落观群书的书。我问过陈家父母，陈生在成亲当日重新翻新了对联，那个字根本不可能剥落。那又是谁把这个字揭掉了呢？谁那么无聊，要去揭一个对联的字？是啊，谁呢？我猜会不会是书和书同音？有的人大概见不得书，那又是什么人最怕书呢？赌徒最怕输喽。没错。你说的这些都只是推断。要证据啊？当然有。我听说张公子最怕接触到花粉之类的东西，所以到了春天就会穿得严严实实。按理说，您的身上近日应该不太可能有外伤。张姑娘死的那晚，曾经对着掐死她的凶手拼命挣扎过。可否请您露出手臂？如果没有伤疤的话，我立刻向您赔罪。就算我手上有伤又怎么样？难道我就不能是因为别的事而受的伤吗？这根本就不可能成为证据。哎，你放开我！得罪了你，这是我喝茶时不小心打翻杯子，烫伤而已。张公子真爱说笑。子熙，这是……这明显是花粉引起的邪热侵袭化脓之后的伤疤。而你最近一次亲密接触到花粉，就是张姑娘染了凤仙花的指甲。我去赌场打听过了，您在张姑娘成亲那日刚还了一笔赌债，而那天绸缎庄既无记账，你也尚未从董府讨到张姑娘的丧葬费。那么那笔钱哪儿来的？这根本就不能怪我，都怪他自己，一心只想跟着那个窝囊废远走高飞。他有没有想过我啊？我是他的亲哥哥，他连我的死活都不顾了。子熙。我早就发现他情绪异常，所以我这2天一直跟着他。我跟着他。
你的亲妹妹啊！亲妹妹，不顾她的幸福，也不顾她的感受，把她当物件卖出去。你又什么时候把她当成自己的亲生女儿了？来，让一让，诸位，真够气派的。这个怎么这么重？好好干活得了，废什么话？没有这能耐吗？真是。多见。你还别说，这东西绝对是造假的材。对呀，是啊，台上真大，哎呀，可真足啊！就是。吉时已到，有请高公点燃高烛。祝愿高公福高寿高。好啊，好啊。小心，小心！你看，这不是高公的小儿子吗？渊儿，主人，渊儿啊！渊儿！渊儿他好了，好了，拜托，拜托了。这红烛是谁买回来的？回官人，是小的亲自去订的。主人说50大寿应该好好庆祝一番。小的觉得这红烛喜庆又气派，所以就订了2根。谁知道，竟然会……那蒋师傅当时叮嘱我说，这么大的尺寸，制作起来颇有难度，所以让我今日去取货。这蒋师傅是？官人有所不知，这么大的红烛。长安城里除了蒋师傅，没有别的匠人可以做出来了。那，你是亲自去取的货？正是，这寿烛实在太大，还是4个家丁合力扛回来的。腕子，肠子。官人，您尽管问就是了。从蒋家到高府，中间可有停留过？回官人，没有，我们就想着赶紧给主人抬回来，生怕误了吉时。正是，正是，一点都不敢耽搁，直接从蒋家运过来的。走，走，主人，少废话，快动！几位爷，几位爷，你一定是误会了啊！快动，快点！我看你是不到位。官人，住手！官人，救命啊！官人，救命啊！你们是哪儿的？打高家来。你先起来吧。谢官人。官人，高府的红烛就是从他家买的，肯定是他搞的鬼。就是，他若不是心虚，怎么会不还手？就是。哎呦，几位官人，虽说这红烛的确是从小的这儿买的，也的确是我亲自制出来的，可是小的真的不知道这里面出了什么差池啊！还请官人一定要明察呀！带我看看你的制烛工具。哎，好，官人，请随小的来。
这边请，请。都在这里吧？这你家后门？啊，小的为了搬东西进来方便，特意在那边开了个小门。近日，你可有丢过什么东西？没有啊，小的每天睡前都会把门锁好，不曾有这样的事啊。你这门栓被撬过？啊？什么？这怎么可能啊？这高家是出了名的富商，高婶财大气粗，儿子高远儿跟着他爹沾染了不少坏习气。高远儿在这一代算是富家公子里的头头。个性蛮横，蛮不讲理，总之不招人待见。但是毕竟高家最不缺的就是钱，所以无论他捅多大的篓子，都有他爹在背后替他担着。那高远儿怕是惹了不少仇家。树大招风，高府财大欺人，高远儿每日招摇过市，就连我都看他不爽。但是又忌惮于高家的实力，大部分的人也是敢怒不敢言，所以要说这仇家，估计很难查出来。说起来，怎么没看到三炮啊？哦，最近城里来了个有名的口技艺人，我想三炮去看他演出了。口技？口技。这鸡怎么卖啊？公鸡50文，母鸡40文。哎，这谁家恶犬啊？走开！干嘛呢？这里头还有几个人？快闪开！怎么晴天还打雷啊？下雨啦，收摊啦！表演吗？声音从里边发出来的，太厉害了吧！这也太神了吧！好，你这可真够神的啊，太厉害了！好。客官，您慢走。听说高家那个事儿没？哦，早听说了，神得很，还不是自作孽。平日里不积点阴德，这老天爷都看不过眼了。你们在说高家的事儿吧？对啊，就因为那个高远儿，我都不敢让儿子往街上去。哎，终于死了，总算是清静喽。尸体上有很多凝固的蜡，很难清洗。死因查出来了吗？死者的后脑有被重击留下的淤血痕迹，应该是被击中后脑而死的。不是窒息而亡？不，尸体口鼻内并没有蜡油，也就是说，高远儿是在死后才被放进红烛之中的。这是什么？这是藏有高远儿那红烛的残片。这红烛有问题。你看这个缝隙，很明显能看出内外的分层，这就解释了凶手是如何作案的。你的意思是，凶手事先准备了一根刨空了的红烛？没错，因为浇筑蜡油时前后有间隔，所以新凝固的和原来外面的部分
就形成了分界。原来是这样。哦，还有，我在尸体上采集到了一些奇怪的东西。尸体哪个部位？头部和肩部都有采集到，但都是少量。钱带掉了。方夫人，我没有钱带。今天心情不错啊，三胖，走路都带风了。哎呀，你不懂啊，我现在内心呐是10万分的激动。哎，你知不知道东市那个口技表演？我当是什么呢？就口技呀。我也会。就你，哈哈哈。想不想看一次？想。两文。切，来，给你啊，来。听好了啊。嘿，三伯，你玩我？你跟我去趟双叶呢。不去。钱照付。走着。哎，三伯，我2文钱。凶手事先准备好了刨去中间部分的红烛，然后将高远儿的尸体塞入红烛之中，再将融化的蜡汁从尸体的头顶浇下，凝固之后，从外部看起来跟普通的红烛无异。那这高远儿是怎么死的？被钝物击中头部而死。怎么了？这凶手煞费苦心的把一个尸体塞在红烛里，究竟有什么目的？我看，他是想嫁祸其他人。你是说那个蒋二顺？我去他家后门查看过，门栓有撬过的痕迹。带我去看看。这些蜡烛都是你自己亲自做的？正是，小的不敢吹嘘，像这样的工艺，这长安城里绝对找不出第2家。那高远儿死的前一天，可有什么异常？小的那天，一个人熔蜡倒模，忙到晚上，这从模子里取出来，还得在外面晾上1个晚上。小的把这2根红烛摆在院子里，就去床上睡觉了。这一尝，怕是没有。制烛的整个过程，只有你一个人？正是啊，这次的货非比寻常，小的不敢懈怠，还特意吩咐家人不许进来打扰。这每一道工序都是小的亲自过的手，所以，哎，去，走！也不知道哪来的野猫，白天夜里叫个不停，烦人的很，烦人的很，烦人的很。老板，官人，小的失礼了，失礼了。主人，您在吗？夫人，您在吗？怎么还没开始？老大，马上开始啊！这话你已经说了第4遍了。你闭嘴！鲍少卿，蒋家仆人有要事相报。怎么了？少卿，家主人死了。啊！走，去蒋家。不，老大，马上演出了。不，师傅，等我，下回啊！唉，蒋二顺的尸体是谁发现的？我，小的是蒋家的仆人，叫李四。你脸怎么了？刚才还没事啊？小的方才不小心自己划的。是我打的。这李四，他刚刚
满口胡言。我一时怒火攻心，就打了他一耳光。蒋夫人，他说什么了？你这么生气啊？你自己问他。是这样的，昨天夜里，主任还没睡呢。你胡说八道！这些天我根本没有和我们家阿顺在一间房待过，更别说……蒋夫人，那你们是吵架了吗？是这样，前些日子我染了风寒，吃了几副汤药，才终于有了些起色。我怕我们家阿顺染上，所以这些日子都睡在客房。昨天夜里我也是早早就在客房睡下了。你说我这身子都还没好，怎么会跑去阿顺房里呢？可是小的昨夜的确听到房里有夫人的声音啊！你胡说八道！官人，这李四怕是要故意污蔑我。我知道，你就是对我心存怨恨。李四，你与夫人有什么过节？小的没有记恨夫人。啊，是这样，昨天早些时候，夫人让小的去端碗粥，可是小的不小心把夫人最喜爱的瓷碗给打碎了。夫人一怒之下就给了小的一耳光，但是我也知道，这都是小的不对。既然如此，你为什么要说些莫须有的事情？可是，如果不是夫人，怕昨夜真是闹鬼了。夫人，蒋二顺可有跟你提过这门栓的事？提过，那日你来过之后，阿顺就把门栓给换了，说是贼撬过了。可是我还是挺纳闷的，家里也没丢什么东西呀。这是新换的门栓？对呀，没错。这新换的门栓又被撬过？你干嘛？你咋这么香？嗯？哦，桃花香，我以为你体香呢。哼。死者应该是因为喉管被插入异物所导致的窒息死亡。我以后娶媳妇的时候啊，我可不敢点这么多红蜡烛啊！就你这点胆量，一辈子都娶不着媳妇儿。哎，我哪儿胆量小了？你哪只眼睛看着我胆量小了？再一个，娶媳妇儿跟胆量小有什么关系？行了。哎，参谋，这凶手为何用红烛作案呢？让子苏再去查一查长安城里还曾有哪些蜘蛛匠人吧。三毛，我问你点事儿啊。我呢，要拜那个吹口技的人为师，我想让他收我为徒。那你找我干嘛？难不成你想让我帮你去说和说和？啊不，我是说，我第一次去找人家，送人什么礼物比较好？这最好办了啊！一只烧鸡，万事俱备。真的假的？当然了，不灵的话来找我。好。啊，老大，那个现在不忙，我出去一下啊。咦，小灰灰，他不吃我吃啊。我的，
师傅，师傅。烧鸡，刚出炉的烧鸡喽，买了不后悔，吃了才够味。烧鸡，刚出炉的烧鸡，长安城独此一家。快！哎，要最大的。好嘞，好嘞，要最大的，最大的啊！快点！这长安城啊，就我这一家。你快点包！嘿，绝对让你大饱口福。你快点！您就吃吧。你这嘴呀，卖烧鸡真委屈你了。不用找了，不用找了。我这，客官，你这不够啊！师傅，你是在喊我？是啊，从现在起，你就是我师傅。我怎么不知道我还多了个徒弟？不是，师傅，你看啊，咱都一样，咱都是长一张嘴，你说你咋就能发出那么多声音呢？我这回去捣鼓半天也没捣鼓出来，太神奇了。雕虫小技而已。师傅，您太谦虚了。哦，师傅，这烧鸡是给您的见面礼。不是，师傅，您不喜欢啊？没有。那就好。师傅，以后啊，你想吃什么你就跟我说，就算我跑遍长安城，我也给你买回来。哎，小兄弟，不是，太客气了啊！师傅，不是，你别叫我小兄弟啊，你叫我徒弟呀。我不收徒弟。不，师傅，我不管你收不收我以后都会来看你演出的。三胖，怎么了？这是愁眉苦脸的，手里拿的什么好东西啊？喏，给你吧。哇！哎，师傅拜的怎么样了？我师傅没收我。他不收你？啊？那肯定是他有眼无珠。你不许说我师傅。好，不说，我吃鸡行了吧？客官慢走啊！你又在偷懒不干活啊？好啊，既然有鸡吃，晚饭不要吃了。哎，就算是牲口的话，也得喘口气吧？牲口也没你这样偷懒的吧？哎，其实吧，他不收你，我收你啊。你跟我学就行了，学费照样给。你凭什么当我师傅？唉，俗话说得好，师傅领进门，修行。三炮，过来，我看你头上，过来，这是什么东西啊？我可能这2天没洗头吧。你刚刚去哪儿了？我一直跟我师傅走到他家门口啊，结果他也没收我。你那个师傅住哪儿啊？他就住在蒋二顺家附近啊，就是有桃花的地方。上次你不去过吗？给你烧鸡。哎，你去哪儿啊？烧鸡不吃了？存着晚上当宵夜。有人吗？有人吗？
大爷。啊。您住在这附近吗？老夫就住在旁边啊。哎，大爷，您认不认识这家人啊？这家人啊，见过几次。不过这人挺怪的，大白天里老戴个斗笠，都不知道人长啥样。那他搬来多久了？他就是上个月才搬来的，大家跟他都不熟，他呀就不爱跟我们这些街坊邻居往来。哟，萨摩回来了，等你半天了都，你跑哪儿去了？来，跟你们说一说我的新发现吧。你先听紫苏说说她的发现吧。你上一次让我查长安城里置竹的人家，果然除了蒋二顺，还有另外一户人家，叫做吴玉。原本是吴玉家的生意好过蒋家，但后来发生了一件事情，让这个吴玉销声匿迹，而蒋二顺却像是暗中得利，生意愈发红火起来。能发生什么呢？当年吴玉的儿子吴勇拿着一盏荷花灯在街上玩耍，被高远儿和一帮富家公子撞见。高远儿开口就让吴勇把荷花灯给他，吴勇不从，被高远儿一把推倒，谁知脑后撞在台阶上，当场死亡。嚯，那高家岂不要吃官司了吗？行了，先别打岔。吴玉亲眼目睹儿子被高远儿打死，高家却找了2个证人为其作证，说是吴勇自己撞上台阶的。高远儿被判无罪。不久后，吴玉家失火，吴玉从此消失。为高家作证的其中一位证人正是蒋二顺，还有一个人叫做阿宝。阿宝？这个阿宝，他家在哪里啊？这个人是个本地人，平日里就是个酒鬼，不务正业。不好，凶手应该会出现。有人在家吗？哎，来了！你们几位是？大理寺办案。办案？办什么？我这刚睡醒，还有点迷糊。当年吴玉的案子，你可还有印象？吴玉，哎，这人。我倒记得，但是案子我实在是记不太清了。那你近日可有见过吴玉？这人现在应该离开长安了，这我去哪儿见呢？官人，还有别的事要问吗？没了。如果你见到吴玉的话，希望你跟我们联系。好的。你们走好。我们俩走了这么久的路了，有点口渴，方不方便赏我们一口水喝？家里太乱了，不便迎客。官人您在这等着，小的我去给你端来也行。谢了啊。不客气。两位官人，水。多谢。两位官人，还有什么要说的吗？接下来，我们来说说，你是如何杀掉阿宝的吧。官人，您这话是什么意思啊？应该怎么称呼你啊？吴玉，是吧？官人，您这话让我越来越不明白了。你刚刚说你刚睡醒，所以给我们开门晚了。可是一个刚睡醒的人，衣服又怎么会穿得如此的平整呢？还有，
阿宝是一个酗酒成性的人，所有酗酒的人眼底都会布满红血丝，而你并没有吧？刚刚我是故意让你帮我们倒水，可是你倒水花了很长时间，估计是找不到水杯吧？而且我看你第一次出来的时候，你来给我们开门，差点被门口的板凳绊倒。如果这是你家的话，你怎么会连东西摆在哪里都不清楚呢？所以我推测，你应该是刚刚到阿宝家不久，杀死阿宝之后，尸体还没来得及处理，我们就来了。所以你一直迟迟不来开门，应该是想把尸体藏起来。可是你又怕门口的人生疑，只能铤而走险，来假扮阿宝。吴玉，杀人者偿命！你为了你的儿子，已经葬送了3条人命。他们杀了我的儿子，杀人就得偿命，是他们该死！蒋二顺，这个王八蛋，他靠着做伪证的钱发了财，还放火烧了我的房子，他凭什么好好的活在世上？勇儿死了以后，我隐姓埋名，远走西域。苦学口技这么多年，就是为了重新回到这里，替勇儿讨回公道。少卿，发现一具男尸。为勇儿报了仇，我就别无念想了。九泉之下见到勇儿，我也就没有愧疚了。哎，让！哎，我以为我来晚了呢，没开始呢。啊，就知道，早就过了点了。啊，没事。这个点了，他是不来了吧？啊，不能！来，开始了。哎，怎么没动静了？人呢？怎么没声了？丧魔！各位，今天没有口技表演了，大师不会来了，大家散了吧。这怎么回事啊？你不要捣乱了吗？啊，不过如果有人想看我表演的话，还是欢迎你留下来。哎呀，散了，谁要看你表演啊？哎，别听他胡说八道！怎么这么不给面子啊？我还会耍猴呢。怎么？你在这瞎搅和什么呀你？你凭什么说我师傅不来了？你师傅就是凶手。原本这吴玉的计划并没有什么漏洞，多亏三炮让我注意到了这些桃花的花瓣，我才理清了这所有的问题。过来。吴玉原本就是一个制竹的好匠人，能做出那么大的雕花红烛，自然也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吴玉先将高远儿绑架打死，装进事先制好的空心的红烛里，但他并未注意到落在高远儿身上的花瓣被一起封进了红烛里。夜深人静，吴玉撬开蒋二顺院门的门栓，并将蜡烛调包。谁呀？为了掩饰声响，不让人生疑，他便学出了猫的叫声。死猫，快滚！别打扰了大爷的好觉。滚！那蒋二顺死的那天夜里，难道也是吴玉演的一出戏？没错，蒋二顺的尸体带着浓厚的酒气，应该是当天晚上他喝着酩酊大醉才归，再加上蒋夫人得了风寒，独自在客房就寝，这不是绝妙的作案时机吗？
吴玉在作案时，被门外的李四听到了声响。主人，你还没睡呢。为了不让李四起疑心，他故意演了一出女女之欢。这李四自然知趣地离开了。随后，吴玉将蒋二顺用蜡烛杀死。但一个7尺男儿要模仿蒋夫人的声音，难道李四一点也没察觉到吗？我师傅的口技的确惊为天人。看来，你这演出还真是没白看。那就是普通的心蚕丝，死亡时间昨晚亥时，死因是窒息，被裹进白茧之前他还活着。多大仇啊！手法凶残不说，这还示众，太狠了也。太府寺负责国库金帛及谷物的保管出纳，侯南身为少卿，难免树敌无数。要不我去查查，看看他有什么仇家。这种事啊，不如我们先去问问紫苏。还可以从那白茧入手。三胖，你先去彻查一下所有养蚕的人家吧。好。你这是疯了是吧？我错了！错了值几个钱啊？给老娘站住！看我今天不弄死你！我让你站住，听见没有？啊！行啊你，老娘平时待你也不薄，你这是偷到老娘头上来了！哎，怎么能说偷呢？其实呢，我只是想早起帮你打扫一下房间。一想到你房间里面整整齐齐的样子，我就好激动啊！然后我就不小心一激动就打翻了你的这个盒子。我让你进我房间了吗？啊？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掌柜的，早上没人采买吗？没肉了，咱们买了呀，我亲自订的。哦，原来在这儿等着我呢。这事儿不是你想的那样，我只是想单纯报答你对我的知遇之恩。不说是吧？来人呀，帮我抓贼！是我。店里全天的供应量，全被你一个人吃了？怎么可能？哪吃得下呀？我只是用那些肉炖了一锅肉汤，炖了整整1宿，再用那些肉汤下了面条，特别入味。早起就得这么吃，才对得起自己的勤劳。那肉呢？都熬成汤渣，我给倒了。不过锅子我刷得非常干净，你就不必夸我勤劳了。哎，大人别打脸，我靠脸吃饭的。等等，这些首饰我给你修。我这些首饰那都是金丝银线穿的，你能修啊？别说金丝银线了，就是水丝火线我也能修好。你说的？嘿嘿，这个。不要啊！救命啊！杀人啦！救命啊！上头人！你看这正好，快来救我！我是说，别当众，拖到后面去杀，我当个悬案老师。好的。哎，等等！你救救我，李承信，我一定减少相关以报大恩。命你留着，当牛做马。哎，随便，你说什么都行，你先救我。说话算话。四娘，请你高抬贵手。我还需借他一用，1天的肉钱加摔坏的首饰，成交。我好像听到了心碎的声音。
夫人，侯少卿是否有什么仇家？仇家，或是政敌？这些事，主人从不说与我听的。萨摩，你过来看。迷香，你都认得还要我看？脏，让你帮我捏出来。当牛做马要有当牛做马的样子。哎，迷香，这香炉谁负责的？崔西，府里的大丫鬟。官人的意思是，她。不可能的，崔西在府上一直乖巧本分。她现在在何处？去，叫崔西过来。是。夫人是何时发现侯少卿失踪的？京城发现的。他昨晚彻夜未归，夫人没有察觉吗？我家主人操心政务。常在书房里过夜的。夫人，您叫我。两位查案的官人有话要问你。这书房里的香炉，可是你负责的？是。那这迷香，你作何解释？迷香，香料是夫人配的。我点完之后，夫人便吩咐我出去了。夫人，香料是我亲手配的，绝对没有问题的。崔西，昨夜亥时你在哪儿？在自己房间。可有人证？我与平儿同屋，可她今早才回来。是。昨夜夫人有些头疼，我便睡在夫人房里了，以便照应。萨摩，那个丫头戴的就是这种簪子，比侯夫人的还贵。我让李治买了一只来给你看看。不错，可以。这种品质的，再找3、5只，我的气大概就能消了。哎，你们，怎么了？老大，你们知不知道，这个蚕啊，从卵长成茧，需要多久哦？1个月。哈哈哈，就是1个月，这是常识嘛，对不对？你别告诉我，你跑出去这么久，就查了个这个？怎么可能啊！我跟你说，这个蚕的繁殖规律是从卵到茧需要1个月的时间哈，这没错啊，这没错啊，你知道的哈。然后呢，我呀查了整个长安城所有养蚕的大户，我还查了1个月前刚开始大量购置蚕卵的人家。你们猜怎么着？查到了。数量极其庞大，根本无从查找啊！你就没在这里头查到不对劲儿的人家？客官这边有。谁？侯南自己家算吗？侯夫人，您家1个月前开始大量饲养蚕，敢问是何由？什么意思啊？你们这是怀疑我吗？不错，我们有理由相信侯少卿同府上的大丫鬟崔西有着不同寻常的亲密关系。你发现之后心生妒，便起意杀人嫁祸。证据呢？你只需交代府上蚕丝的去处即可。那些蚕丝都在崔西的身上。嗯，
全府上下的人都可以给我作证。你们特地养蚕收蚕丝，就是为了给下人做件衣裳？官人所言非虚。翠溪同我家主人的关系确实不同于一般的主仆，因为她是我家主人的亲骨肉。啊！翠溪是我们主人的私生女，那已是我进侯府之前的事了。多年来，我同主人虽是间谍情深，但始终没有子女。侯郎对我没有半句指责，反而时时安慰我。在我得知主人有此一女后，便决意要帮侯郎把骨肉寻回。哪知这孩子竟早已身陷烟花之地。夫人心善，将我赎了回来，我这才得以与父亲相认。可是你回来后，怎么变成了大丫鬟了？不应该是大小姐吗？我出身青楼，能待在父亲身边侍奉，已经很高兴。夫人也视我如己出，处处用心。从小不知自己生辰何时，直到前日父亲说与我听，我才知道的。这身衣裳是夫人赠我的生辰礼，制作剪裁，夫人都亲自过问。我以为自己终于能过上有爹娘疼爱的日子，可是我没想到。好了，好孩子，从今往后，娘疼你。夫人，不要再叫夫人了，叫我娘亲吧。娘亲，娘亲。打扰一下，你是何时进府的？大约2、3月前吧。那你之前在青楼的时候，可有什么相好的主顾？你说什么呢你？怎么啦？没事提人家伤心事儿干嘛呀？我跟你说没说过，我断案的时候不要打扰我。不打紧的，真心实意的想好没有？倒有个常来捧场的老叟，挺痴心的模样。可自打我进府后，我们也再没见过了。那这个有完没完？陈年往事跟这儿，哎呀！老叟是谁？好像是个大官来的，姓萧，叫萧生。对，就是他。太子詹事萧生。是。你可工于诗词，还是通晓音律？我从小研习，算是谋生的本事吧。你这是怎么看出来的？你俩之前认识？这位姑娘，我们老大肯定不认识。可是萧生萧詹事是我们老大的启蒙老师。不，你是属狗的吗你？哎，眼下北方边境失利，百姓饱受战火荼毒。二位以为此事当如何处理啊？萧某以为应以民生为重，主动出击，驱除外敌。眼前敌兵虽然活跃，但只是小股分头势力作祟。若能个个击破，那无异于断敌方之手足。萧公言之有理。敌方虽然大胜，却也是元气大损，正骄且躁，而我军恢复速度远快于敌方。此时出兵快攻，当是良机呀！二位大人一向都是主战派，可是此种战法需要我军精兵能稳定发挥实力。现在是新帅带兵，士气如何尚不可知。他若贸然出战，
恐怕是要吃亏呀。只怕假以时日，敌方亦已养精蓄锐，更加难以对付了。如此，明日议政时将此事禀告陛下，与各部共同商议。好。哦，对了，今日上朝时，太傅寺少卿侯南无故缺席，二位可知是什么原因呢？不知。吕延忠也未见踪影。谏议大夫吕延忠称病告假。父亲，上官子苏见过萧詹事程普业。什么？我等先行告退。此事当真？确认无误。这侯南不掌太傅寺实权，有谁又有什么必要要对他下这么重的手呢？彻查此事，以防节外生枝。是。另外，增派人手，保护好谏议大夫。吕延忠，他二人干的那些勾当，程普业不是马上要查清收网了吗？涉案人员都在地方上，也不至于。先按我说的做。是吧？主人，主人，你死得好惨呐！快禀告夫人，快啊！1天之内2位官员丧命，真有些蹊跷。哎，蹊跷。你干嘛呢？我看这些蜡烛，剩这么多烛油，我拿回去熔一熔，能做出好多根新烛来。再说了，咱们自己用不完。我还可以拿着去卖，又可以赚一笔钱。府上怎么这么多烛台？还有这么厚的蜡油，看来你们家挺费蜡的。啊，禀官人，我家主人视力不大好，白天倒是没什么，就是入了夜不行，晚上不多点些灯的话，一点都看不清楚。这吕延忠身居要职。啊，要职？谏议大夫，正五品上，不算要职。哦，还以为他是个小官呢。啊？双爷说这吕大夫是感染某种寄生虫而亡。寄生虫这种东西嘛，吃了不干净的食物，沾了不干净的水，才有可能染来的。不是的，主人恐怕是被萤火虫给咬了。啊？萤火虫？哦，主人生病初期向我们提过，有一晚，主人他刚睡下，就听见有人敲门，他去开门，却不见人，回屋就被萤火虫给咬了。这萤火虫不咬人的吧？怎么了？这2起案子，没准真有关联。怎么说？如果这个凶手是精通于蚊虫饲养之道的人，就可以通过人为操作，令这个受害者感染寄生虫。饲养蚊虫是有这样的人，不是操蛊，而是这些人研究蚊虫的习性，利用他们的本能引导他们。有研究精深者甚至可以催熟他们，比如说，他们可以加快蚕的生长进程，令蚕卵7天内长成茧。你去找四娘，问问她听没听说过城里有这种人。怎么这么会指使人？那你呢？我回一趟大理寺，查查2个受害人之间到底有没有联系。萤火虫。客官慢走啊！子苏姑娘，喝杯茶压压惊。哎呀，都在呢。哎呀，你们真是不知道，
那个谏议大夫吕延忠。紫苏姑娘，我这刚说到吕延忠，我没说什么农毛区啊。算上你这次呢，他已经是第4遍听到别人跟他详细描述那个吕延忠的死亡惨状了。听一遍呢，就得上楼狂洗1遍澡。照这个架势，现在是不用听完就得上去洗了。哎呦，紫苏姑娘，我不知道啊，我。恭喜你啊，三胖，你已经成功的离紫苏姑娘越来越远了。信不信我一口鲜血喷你脸上？好茶。久等了，有头绪了。紫苏已经跟我们说过了。紫苏，他跟你们说什么了？紫苏说，有一个姓程的大官早就暗中调查侯南和吕延忠在地方联合售卖官职的事情。尚书左仆射程同。对，他还说，买官的人早就已经被刑部派人监视了。与此案相关的买官者都在地方上，基本可以肯定这2个案子与那些人没什么关系。三炮啊，你那边有什么消息吗？我去崔西崔姑娘原来的地方问过了，这个萧生萧詹氏确实常去捧场，而且到现在都是。什么意思？现在顶替崔西姑娘的呀，是一个家道中落的大户女子，她的才情比崔西姑娘可不知高了多少，很得萧詹氏欢喜。萧詹氏虽然年事已高，只是因为嗜爱诗词音律，所以对这些有学识的女子啊，他都是赏识怜爱。不过呢，都没有肌肤之亲。哦对，这个崔西崔姑娘啊，她能够通过侯夫人跟她的父亲相认，好像暗中也是得到了萧詹氏的帮助。不过崔西本人并不知情。同我料想的差不多。说的那么好听，到头来还不是个见异思迁的老色鬼。用你评头论足吗？我让你问的是问了吗？问你话呢？哎，好了好了，问了，但是我确实不知道什么养虫的事。不要紧。你刚进门时说有头绪了，有什么新的进展吗？我们基本可以锁定嫌犯了。真的？在吕延忠患病期间，他们家有个小厮失踪了，而且这个人就是吕延忠看到萤火虫那晚的守夜小厮。那这么说，这个虫子就是他放的喽？他畏罪潜逃了？有可能。前段时间吕家人心惶惶，一直没人注意到少了个人。吕家的小厮，不是说是连环案件吗？那他跟侯南能有什么关系呢？暂时还不清楚。三炮，啊，你去把这个小厮给我查出来。紫苏姑娘，我再也不提吕延忠了啊！你再跟我去一趟吕家。凭什么？我不去。凭你是我花钱雇的牛马。哎，三毛，你来看一下，这竹笼编得好细致啊，你可以拿去卖个好价钱。刚刚是我话说重了，驳了你的面子，抱歉。哎，我听说丰泰阁请了个新厨子，味道做得还不错，我打算去试试。刚刚怎么好像听到有人跟我说话？说什么？是你吗？哎，你看，这个是养虫的器具吧？这个笼子不是你说了让我拿走卖的？我是说里面是蚊虫，不是萤火虫。所以呢？难道不是它？大概不是吧。
你看这个房间里，要有的话，也只有蛐蛐罐，哪有什么养蚕的痕迹嘛？吕府的守夜小厮找到了，在哪？已经送到双燕那儿了。哈？找到的是他的尸体，在城南的大石桥下面发现的。那小厮是淹死的，脸朝下泡在水里，大概就是淹死的吧。这块的水不急也不深，怎么能淹死呢？淹死倒不奇怪，奇怪的是，现在这个季节，这河里的水怎么会这么少呢？闭眼，想象有一片天空，天空的下面有大地，大地的下面有尸体，尸体也没有什么不好的，入土为安，尸体都会化作小花、小草、蝴蝶。干什么呢？哦，你们来了，双叶来过，这会儿回去验尸了。怎么了？一惊一乍的。啊，小花、小草、小草。什么小花小草？重生的感觉。你说的说什么说？怎么的？你要是女的，你还比不上人家紫苏呢。四娘不是女的吗？双叶不是女的吗？你又说我什么呢？夸你呢，说你美，说你美若天仙。我不信。说畅畅，等会儿，五哥，闭上眼睛，感受。说吧。那吕延忠他家死的那个小厮，脑后有被人按压过的痕迹，似乎是挣扎所致。也就是说，他也是被谋杀的。那小厮有个瘸腿的妹妹，听说那小厮对他妹妹一直很好，自己在吕家卖命，省吃俭用的拿了月钱，全给妹妹。你可知道你哥哥近日是否曾与人结怨？从未听说过。哥哥最近带了好多钱回来，刚以为能过上好日子，结果他……钱？他有告诉过你那些钱怎么来的吗？没。不过那钱我没舍得动。哎，这钱袋看着好眼熟啊！你看哪个钱袋不眼熟啊？全城百姓的钱袋大概都被你过一遍手了吧？你上次见他是什么时候？就是他拿着钱回来的时候，大概6、7天前。那小厮背后还有个主谋，能花重金收买了他，那主谋一定是个有权有势的人了。恐怕这件事还是同买卖官职的案子摘不开。买官案的负责人是程同，去拜访拜访他，或许有用。你不是要现在去吗？天上下着雨，我肚子还饿了，牛马还得请喂草料呢。程府离丰泰阁挺近的。丰泰阁？其实这饭呢，放晚点吃最好。马不吃夜草不肥嘛，对不对？二位官人有何贵干？大理寺少卿李治，同程仆爷有话说。哦，我家主人不在，三位还是请回吧。哎，不请我进去坐着等吗？哎，是你呀？是你？啊，你们3个一起的？这2位是我的朋友。
我们家主人确实不在。等主人回来，我一定转告他。三位，要不还是隔日再来吧？啊！哎，不是，不在让我们进去等，干嘛轰我？三炮，哎，真不在啊！你怎么认识程府的家仆？前几日闲来无事，在东市摆摊。程府的家仆在我摆的摊上买过鸡，40文一只，买了2大笼，说是他府上要摆全鸡宴。程府最近有办全鸡宴吗？老大怎么没邀请你？就你老大这副朝堂边缘人的样子，人家邀请他才怪呢。对了，子硕，问你呢，最近程府有摆宴席吗？应该是没有。程仆夜如果设宴，一定会邀请家父的。那就很清楚了。现在案情已经大致可以确定了，凶手就是那个程鬼，你们可以去抓人了。程通可是朝廷重臣，这种事情没有十足的把握，可绝不能轻举妄动。养蚕的人都知道，蚕很脆弱，不能直接拿手拨弄它。需要用到毛笔、毛刷，而鸡绒毛做成的毛笔最为柔软。程府的家仆在我手上买了那么多只鸡，说是为了摆全鸡宴，但他府上近期又并没有宴请，所以买这么多只鸡，就不是为了吃，很可能是为了鸡毛。仅在我手上就买了2大笼鸡，因此可以推断，程官人家里应当是养了不少蚕，包裹侯少卿的蚕丝，应该就是这样来的。而且我没记错的话，我摆摊卖鸡，正是在7、8日前。7、8日前，伽罗虫师他们饲养的蚕，出茧的时间可大大缩短，而且蚕丝也比普通的蚕丝更为坚韧。也正因如此，蚕本身才更脆弱，需要用到最柔软的鸡绒毛笔。普通养蚕是不会用到这个的。伽罗虫师，你刚刚所说的都只是推论，程彤与我们的案件并没有直接联系。有的，程家家仆买鸡时用的那个钱袋，此时正在吕家那惨死小厮的妹妹手里。哦，怪不得你当时说眼熟。那也就是说，程彤买通了吕家的守夜小厮。没错。那这个萤火虫也不咬人，怎么能让吕元忠染了病呢？那根本不是萤火虫，而是蚊虫。蚊虫？蚊虫会咬所有人啊，怎么只有吕延忠感染呢？其他人都没事呢？确实是守夜小厮，趁夜把带有病源的蚊虫投放到了吕延忠的房间，令吕延忠感染了寄生虫。至于要避免误伤他人，方法很简单。吕延忠有夜盲症，夜不能视，起身必要掌灯。程彤利用这一点，给了小厮携带寄生虫且身上涂有类似磷粉的蚊虫，让他于夜半将蚊虫放入吕延忠的卧室内。待吕延忠被叮咬后，小厮敲门，吕延忠起夜查看，必会点灯，蚊虫自然向着光源而去。蚊虫身上的磷粉靠近热气就会自燃，带病蚊虫便不会给其他的人也造成威胁了。所以吕元忠当晚看到的并不是萤火虫，而是自燃的杀人凶器。没错。作案的手法破解了，但是他到底有什么杀人动机呢？无非就是朝廷上的党派斗争嘛。可这3人在朝堂上不存在什么势力牵扯的问题。我知道了，程彤的独子程孝和于1个月前在北部边境战事中战死，侯南和吕延忠都是在那一役中立主战的。哦，他这么做是为儿子报仇？子硕，当时就这么2个人主战吗？还有一个人，萧生官人也是在那一役中立主战的，
不过他平日与程彤关系挺近，或许是这个程彤才放过了他。不好说，你们最好还是去萧家查看一下才好。我们分头行动，萨摩三炮和紫苏去找萧战士，我先去城府捉拿程彤，一会儿跟你们会合。好。李少卿，这里一个人也没有。没有。再搜。是。城府把我家主子请去了，这会儿应该还在那儿吧？不好，萧战士有危险，应该是被程彤抓了。这事儿可千万不能让老大知道。怎么了？老大表面上一副不在意的样子，其实萧战士在他心里比他父亲都重。万一出事，老大非疯了不行。那就更不能瞒着他了。要是咱们因为顾虑耽误了营救，他会恨咱们一辈子的。三炮啊，有个事要辛苦你跑一趟。程仆夜，侯南吕延忠结党营私、买卖官职一事，你都查清了？查清了。他们二人早晚要死，转交刑部便是了。你为什么要对他们下此毒手？朝廷处置是法，你动手是罪。这一点，你不清楚吗？这是犬子赴战场前留下的诀别家书，其中详述了正确的作战方略，也写进了他赴死前的不甘。在原本可以不死的情况下，因不懂战略的文官贪功，不得不舍命冒进。他心中该是怎样的滋味啊！拿到这封家书的时候，臣甚至不敢想象他赴死时的恐惧。所以你才下此狠手。是，臣之所以选择这样的方式谋杀他们，不过是想让他们也尝尝那种明知要死却无力回天，只能等着死亡一点点逼近的恐惧。你既然心中有恨，为何现在在边防事务上仍是立主战呢？以当前的形势，立主战的方略是正确的，况且这也是犬子的遗愿。怪不得小河里的水少，水被人引走了。朕已留不得你，但怜你爱子心切，况侯吕二人原就难逃死罪，朕可许你自选一条去路，说辞体面，日后也将善待你的宗族家事。臣领旨谢恩，请赐鸩酒一杯。启禀陛下，大理寺报，太子詹事销声失踪。什么？你往日挚友也不放过吗？传旨，全力搜查营救。府里一定有夹层，搜到买鸡的那个仆人，才能找到萧詹事的下落。都站在原地，不要动。萧战士在哪？
怎么问得这么直接？你不想从杀人动机听起吗？你少给我拖延时间！你现在说出来，若能救下萧詹氏，就可以免你死罪。你以为我怕死吗？但我连我早就同公子一起战死沙场了。我从小跟随公子长大，也习得一身武艺。要不是我在公子出征前不争气的伤了腿，当时就能跟随他一同出征了。树，萧战士在哪儿？他现在正在死，一点点死，想想就痛苦啊！恐惧总大于死亡本身，对吧？啊？你们是不是打算把萧战士淹死？你怎么知道？那日在门口见到的，你裤脚全是水，地上湿漉漉的一片，外面并没有下雨，再加上程同惯用慢慢折磨人的杀人手法，可以猜到你当时是在试着控制水量，好知道放多少水才能达到一点点淹死萧詹氏的效果。估计再说上2句话，他就该死透了。树，3，萧战士在哪儿？宝子在哪儿？这怎么办啊？咱们进到这个密室以来，仆人一直坐在这里。他为什么要坐在这里？他为什么要坐在这里？蒲团底下。在这儿。夫子，夫子，这水这么浅，那家仆不是说……我之前嘱咐3炮去找大木板，把出水口挡住了。虽然不能完全挡住水，但却能大大降低输水量。喏，你看呢？